这才是猫和老鼠系列中最尊重物理学的一集。当汤姆将数十种现代最伟大的发明融合并创造出更好的捕鼠机器，所带来的到底是一场伟大的技术革新，还是荒唐的小丑闹剧？这部标题名为《捕鼠陷阱》的短片，讲述了汤姆意图创造出完美的捕鼠机器，却因为夜晚的闹剧而最终失败。如今回看这部动画，除了经典的猫鼠喜剧，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汤姆所设计的这款高精密的捕鼠机器。从蓝图上来看，这套机械的工作核心在于奶酪被牵动后的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而细心的观众在对比后就会发现，图纸和具体设计的内容存在大量差异。首先，我们来看蓝图的描绘。当闹钟开始响起，会带动一根绳子打开弹簧盒，并射出拳套，击打旋转的靶子来让顶部的假手转动，并将球推下，随后落在垃圾桶的踏板上。打开盖子的同时让水倒进花盆，花朵会吸收水分，然后长高。触发扣动左轮手枪的扳机，从而打破一个气球，让熨斗坠落，使得鞋踢中板子。激活喷壶并启动一个水车装置，转动惊吓盒的手柄，并使其撞到木板，从而打开火机。火焰点燃引线，使烟花打中弹簧，进而挥刀让重物下落。绳索再使勺子将球放入茶杯中。注意，在此处蓝图并没有描绘其后续连接，显然是制作者的小失误。随后的摆动让弹簧棒球棒将球击入手套，释放一把弹簧刀来割断绳索，最终让悬挂在天花板上的保险箱压扁老鼠。而在实际设计中，则是闹钟的震动拉动锯子切断木头，打落在剪刀上，让锤子倾倒击中杠杆底部，杠杆将香蕉弹射到挡风玻璃上，触发自动雨刷。通过滑轮拉动千斤顶顶翻一桶沙子，触发秤的改变来启动开关打开风扇，吹出的风让玩具帆船带动球杆击打台球，命中开关后启动洗衣机，拉动步枪扳机上像布谷时钟的摆锤开火，最终绑着刀的布谷鸟割断绳索让保险箱坠落。因为杰瑞对数据的修改，很遗憾我们并不能确定这套设计能否真的抓住杰瑞，但耗费如此多精力研发的汤姆显然是不会再相信计算和数字的力量了。这集的经典设计还被查克琼斯时期的快门窃听猫复刻，但去除了晚上的奇妙闹剧，且杰瑞最后更改的数值也有所不同。关于本集还有一些有趣的彩蛋，在动画开头，汤姆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块牌匾，上面写着建造更好的捕鼠器，世界将为你开辟道路的字样。这是源自19世纪的哲学家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的一句名言。此处的捕鼠器是一种比喻，意在说明个人的新颖创新能够彻底改变整个世界。但本集猫和老鼠的剧情显然是围绕字面上的意思展开。汤姆希望发明一个非常复杂且具有划时代革命意义的捕鼠机器，并以个人名字获得专利，进而换取荣华富贵。而汤姆所设计的捕鼠机器，实则是一种被称为鲁布哥德堡机械的设计。他们常以迂回曲折的方法去完成一些本来非常简单的工作，例如倒一杯茶，因为其过程需求高精度和复杂的机械设计，但结果往往简单到可笑，常被设计于达到一些夸张的喜剧效果。正如汤姆的捕鼠机器，任何一个部件拆开都是有利于生活便捷的发明，但当它们组合到一起时，不仅失去了本身的功能，还反而让汤姆自食恶果。